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凭这张单又一次霸占热搜，太惊艳。虽然赵丽颖最近没有热映的大剧，但是时不时能看到她带着有趣的话题上热搜。最近呢，她又一次霸占热搜，不是什么无聊尴尬的话题，而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。由她主演的电视机网上播放量已破2000亿大关，这绝对是粉丝们听了可喜可贺、奔走相告的骄傲。这成绩太惊艳了！你看榜单上的剧目，即便没看过，也几乎都听过名字：《花千骨》、《楚乔传》、《老九门》，知否哪一部是曾经刷榜大热的剧目？说赵姐是爆款制造机一点也不为过，她参演的剧目就是收视保证、口碑保证。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呢？不仅是长相让人觉得舒服，性格气质也越发有魅力了。她的身上你能看到独一无二的反差感与复杂感。她是脸圆圆的甜美长相，看起来毫无攻击性，让人充满保护欲，像薛珊珊一样单纯甜美。但是她的性格呢，却更像《知否》中的盛明兰，倔强聪明，有主张有见地，是独当一面的女强人。她的演艺生涯和盛明兰的遭遇也很像，一路走来历经挫折，但是越挫越勇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永远坚定向前看。她治愈自己，开阔了自己人生之路的同时，也鼓舞看了很多观众，更激励着她的粉丝们。颖宝常被人说是赵小刀，因为说话很直，但是她做事确实非常脚踏实地，吃苦肯甘。也许是农村孩子出身，骨子里的坚强刚韧总是优于大多数出生富贵的同行。在他的一路打拼历程中，你看到他的生命浓度实在是太高了。他做事不拖泥带水，果决准确。在对待自己的事业，他说：“花哨功夫没有意义，形式主义往往多余。”他只向本质靠近，不在意繁荣表皮。所以拍了许多大热的剧，熟练了大女主傻白甜的角色之后，她开始勇于尝试不同的角色，一次次突破自己，带给我们惊喜。谁是凶手？饰演腹黑病娇的反派气质角色，《野蛮生长》里的飒爽女企业家，《幸福到万家》里勤恳善良的村支书。角色上各样类型，各有千秋，让我们看到她的更多可能性，也积蓄了更多期待。我特别喜欢她说的一句话：“我不完美，但我一直努力，总是尽力。”在被否定中一步步成长，一开始会想着反击，后来慢慢不再在意别人的评价，眼里只聚焦想要的目标。知否投资2亿，女演员要出演明兰，制片人选择赵丽颖，给什么条件都不换人。知否投资2亿以上，女演员 AB 说要出演明兰，不料制片人坚决选择赵丽颖，给什么条件都不换人。赵丽颖在毕业后，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，不得不放弃投考空姐的机会，而只能选择在自家附近的管道防腐公司做销售工作。因为冯小刚的赏识，最终进入了娱乐圈。签约了华谊之后，在《金婚》里面打酱油，也因此得到了关注。直到《陆贞传奇》开播后，赵丽颖的人生才发生了转折。等到《知否》开拍时，可谓是竞争激烈啊！因为这是正午阳光出品，必属精品。这也是业界顶尖的团队，大家都抢着要角色。《琅琊榜》和《伪装者》《欢乐颂》等 IP 电视剧都是他们打造的。娱乐圈的男女明星都纷纷慕名而来，大家也都使出了杀手锏，争夺一角半角。原著作者一开始就看中了冯绍峰出演男主，因为冯绍峰真的太儒雅了，也帅气。可是观众也有不满，觉得冯绍峰演得不够好。在张开宙导演看来，冯绍峰承受的这些争议，其实都是为角色背的黑锅。导演说，选择中最成功的就是朱一龙。出演该剧之前，朱一龙还为《阴镇魂》大火。张开宙导演答复说，我选择朱一龙，首先是一个缘分，他从形象上和齐衡的形象特别靠近。后来交往中，我觉得他很腼腆，
我就觉得她具有浓厚的艺术家气质，演戏的时候这种艺术气息非常重，出演知否没有问题。不过，在女主角的人选上，却让剧组有点犯难了。曾经有一个女演员提出自己演明兰，不管剧组开什么条件，都会尽量满足，也会投资给钱。而有网友发现，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拍摄时，这个女明星的老公就是和正午阳光合作，所以这个女明星的老公就推荐了她。可是这个女明星的演技和作品，在影视圈内似乎有一个奇怪的定律，那就是不管演什么电影、电视剧，大多会扑街。所以剧组为了秉持质量第一，不辜负观众的宗旨，就果断拒绝了这个女演员。至于明兰一角，制片人看中的是出演过《花千骨》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等作品的赵丽颖。也正是因为很多网友都特别喜欢看她饰演的电视剧，所以赵丽颖才有了演明兰的底气。尤其是《花千骨》的收视率和点播率，更是成为了当年的榜首。选择赵丽颖，确实不愁收视率和热度。导演张开宙表示，我们首先会选择形似的演员，然后再去寻找她的神似。对于赵丽颖的表演，他也给予了高度表扬。通过这个戏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赵丽颖。最让他称赞的是赵丽颖的台词，他说台词非常自然，我认为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受播出时成绩不错，最开始的时候收视率并不是很高，因为有赵丽颖的演技，这热度才慢慢上去。再加上整个剧情非常的引人入胜，所以这部剧就大红大紫。而赵丽颖在和冯绍峰拍完这部剧后就结婚了。导演说，我早就觉得他们两人不太对劲了，因为两人的举动戏里戏外都非常亲密，没想到早就在一起了。后来赵丽颖就嫁给了冯绍峰，在事业的高峰期，还为冯绍峰生了一个孩子。虽然暂时隐退了1-2年，可是复出后事业依然红火。有人说，幸亏当年没有让那个带资的女演员出演，要不然这部《知否》就真的毁了。而正午阳光还真有骨气，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这个当初和赵丽颖竞争的女演员吧。当年她嫁给了一个非常红的小生，两人举办了世纪婚礼。金星说，他们的婚礼是给粉丝看的，因为轰动一时。可是后来这两人就离婚了，女演员离开了那个当红小生，真的让人不敢相信。这个女演员当初跑着跑着就红了，一直参加一些综艺，没有什么好的作品，可是她和刘德华、钟汉良都合作过。不过有人对赵丽颖在明兰角色塑造上褒贬不一，说让这个女演员演可能效果不一样，但我认为这是赵丽颖所有作品中最有灵魂和难度的一个人物。剧中个别地方表演有一点点小瑕疵，但瑕不掩瑜，依然是最好的明兰，也是我最喜欢她的一个角色。再者楚乔，其他次之。正午阳光经得起长时间高频次重复刷的经典作品，也就父母爱情和知否，其余的都容易起腻。赵丽颖其余的角色都让很多人有印象，但她饰演的盛明兰经典至极，无人能及。当年花千骨红成什么样，可想而知。小编认为赵丽颖是最合适的，如果换了其他人，真的不敢想象。或许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，但是小编确实喜欢这部剧里的每个角色。出道11年，8部电视剧成就了赵丽颖，但评分最高的不是《知否》。小编记得第一次翻拍《还珠格格》这部经典作品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提出了异议，并且在看到成片后，这部作品也确实是翻车了。可是其中有一个角色晴儿，用非常可爱的脸蛋以及十分出色的演技，抓住了小编的眼球。而这个角色就是由赵丽颖出演的，不过那时候可没人能够想到，当时只能够演一个小配角，如今却已经成为了收视女王了。回顾赵丽颖出道11年，
可以看出她的进步很明显，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40多部电视剧，让我们看到她相当出色的表现。所以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8部电视剧成就了赵丽颖，也让我们对她的印象更深刻。第1部《花千骨》。很多时候，改编自小说的电视剧往往是很难受到人们的认可的。但是赵丽颖的这部《花千骨》不光是做到了，还成功成为了爆款，让很多人都陷入了2位主角之间的爱恨情仇里，也为这样的故事感到惋惜。第2部《追鱼传奇》。在豆瓣评分中拥有 6.9 分的《追鱼传奇》，在小编看来，虽然服道化有些雷人，可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，赵丽颖却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当时小编看的时候，就能够感受到赵丽颖非常可爱的一面，而且主角善良纯真的性格也完全不会令人反感，也是因为赵丽颖这张脸。第3部《加油吧实习生》。这部片子是与郑恺一起搭档演绎的，但是引起的水花不大，可是在豆瓣的评分却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剧中赵丽颖的形象同样是很可爱，非常吸引人的。第4部《陆贞传奇》是一部大女主的电视剧，我们在剧中将会看到女主角一步步的蜕变，成为更优秀，并且还更加出彩的人。当时整部电视剧看下来，你不光会感慨电视剧情节很带感，同时还会感受到赵丽颖虽然长得可爱，但是在大女主戏上同样能够给人带来惊喜。第5部《杉杉来了》。这部电视剧是霸道总裁电视剧，故事剧情几乎都是满满的玛丽苏，虽然说是比较失真的，可是很多剧情却是非常有少女心，一直抓着我们眼球的。其中最出圈的就是张翰那句承包了这片鱼塘，从此张翰就获封堂主了。第6部《李卫当官3》。在这部剧中，赵丽颖饰演的是陈心儿，也就是这部作品的女主角，剧情上是非常优秀的，而且这部带你诗剧还火遍全国，是相当经典的作品了。第7部《知否知否》。当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开播的时候，小编一下就被这部电视剧的质感所抓住了眼球。无论是从服道化方面，还是剧情方面，都是相当优秀的。第8部错点鸳鸯戏点鸳鸯。本以为在赵丽颖的作品中，评分最高的一定是知否这部作品，但评分最高的不是知否，而是这部错点鸳鸯戏点鸳鸯。整部作品的从情节到演员的演技都是令人相当惊喜，即便是用现如今的目光是重新审视它，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